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歡迎來賓前成功級艦長黃鎮輝艦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聶建中老師。思敏，各位觀眾，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在中日之間的這一場爭議已經持續延燒到這個整個第一島鏈。今天就軍事上，我們會特別的來做關注。我們先來看到今天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解讀的3個火線話題。首先，第一個我們會來看到的是中俄現在一起合作在空海的部分同步壓境給日本施壓。首先，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它出動它的遼寧號在日本的周邊之外，還包括了來自於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的轟炸機，包括了來自於俄羅斯的圖95跟大陸的轟6，組成了一個編隊跨越在對馬海峽跟宮古海峽。等一下會有比較清晰的地圖帶觀眾朋友來看。日本的安保線被迫全面亮起紅燈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們會來解讀的是，除了對於日本施壓之外，是不是也對韓國來施壓呢？包括了7架俄羅斯的軍機跟2架來自於大陸的軍機都闖入了韓國識別區，停留時間長達1個小時。中俄對日韓是產生了雙線威懾了嗎？在示範同時對日韓投射核打擊能力嗎？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我們也會來特別關心到，除了大陸對日本給予軍事的壓力之外，北京也啟動了所謂的冷宮外交，什麼意思？包括了禁海鮮、限制它的旅遊跟斷了文化的交流，這一套被視為是傷害，把它降到最小化，但是威懾最大化的一個方案，能夠逼日本在台灣議題紅線上面來退縮嗎？今天3個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來做解讀。首先來關心到是全球安全局勢，可以說在第一島鏈持續的往上攀升當中，中國大陸的航母遼寧號正在繞着日本航行之際、演訓之際，日本防衛省丟出了一個震撼消息。現在看到的是中俄之間他們的戰略轟炸機已經聯手出動了。要特別注意到的是，這是第一次中俄的轟炸機跟中國大陸的航母同時一起行動，空中壓境的畫面，我們先來看到，包括了2架俄羅斯的圖95轟炸機從日本海進入到東海之後，在上空和2架來自於大陸的轟6轟炸機一起做會合。下一張圖片，我們來特別看到他們走的這個行徑，請導播特別來幫我們放大看。好，這是日方特別公布的有關於中俄他們的轟炸機行走的途徑。我們來看到的是2國軍機是一路沿着對馬海峽4國外海到太平洋，最後是繞到了宮古海峽，完成了這個長距離的一個戰略巡航。當然，在往返的這個宮古海峽途中，又後來再加入了包括了4架的歼16加入護航。回到上一章，我們持續看到同一時間，日本的上空還出現了包括俄羅斯的預警機跟2架Su-30的戰機。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請教艦長如何看了大陸的航母遼寧號，再加上中俄他們能夠掛核彈的這種轟炸機繞行日本，特別劍指包括了不管是對馬、宮古海峽，我們要來解讀這當中的戰略意涵。中俄對日本的戰略施壓會不會持續的上升再加碼？艦長怎麼看？我一開始接觸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都覺得這是一個例行的嘛，就好像老共如果對台灣不滿，這個環台軍演，到後來也都是就這樣落幕了。可是最近我開始看到中日的這個東西開始我還在抱着看熱鬧的心情，我也就會慢慢淡去了。可是我告訴你，我現在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很少去耸動去說一個事情，可能我杞人憂天。大家去聽聽看我的這個想法。第一個，我先說這次是派了一個航母遼寧艦去那裡你知道所有的軍艦它每年都有一次考試，大概1年要1次。大家可以看到所謂的戰鬥群的訓練這個資料，大家可以看。我很快的講一下遼寧艦的時候，你看到沒有？剛開始成軍不算，後來你看到沒有？2021、2022、2020、21、22、23說他大修，所以2年空了。25又1次，這一次呢，你看到沒有？這是山東23、24、25，幾乎1年1次，就是他的一個測驗考試。可是遼寧這一次最近又跑到了這個那裡去起降直升機了。他就是我到那裡幾天，他上次什麼時候？今年5月。所以我現在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如果我們按這個來看的話，這一次解放軍是真的專門派的是遼寧艦去威嚇日本的。
就在他那裡，而且就在他的那個叫做琉球群島這裡。那我在想說啊，他這次為什麼要這麼嚴肅呢？這次啊，當高市早苗說這個事情的時候，大家都在想說，你就是要介入台海嘛？你有沒有發現北京很厲害？他不跟你吵，你有沒有權利介入台海？他把時序一下拉到了二戰，先個是跟那個習近平打電話跟川普說，你們這個破壞二戰後的秩序，什麼寫信給聯合國秘書長，什麼戰敗國、戰勝國，什麼反法西斯，什麼日本要這個軍國主義復甦，他把它全部拉回去了，你知道？那你一拉回去之後，如果我今天跟你講說你不能干涉台灣，那還有得吵。台灣地位啊，什麼這個來講呢？可是當他拉回二戰的時候，我告訴你，沒有人能夠支持二戰的戰敗國，那就是日本。你知道，在整個亞洲有2個戰勝國，俄羅斯跟中國，所以他們2個現在團結起來，你會發現他在威脅的就是日本。為什麼？因為我仔細想想，你以為只是日本嗎？我不認為，我認為這最後牽扯到台灣，因為北京現在最大一個問題，大家去想哦，是什麼？你知道？台灣的統一。你知道這是他的一個歷史使命，他非要做。可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說你這樣做起來會打得很大。那台灣很大一部分人知道說，其實我們打不過解放軍，可是美國國際盟友會幫我們。你看，這次日本是不是說就要幫我們了？我跟你講，有史以來，如果北京要覺得抓到一個機會，要證明給你們看啊，將來美國跟國際盟友絕不會幫台灣的機會就是現在。你有沒有發現？因為你講了嘛，然後我就做給你看，我一定逼到你，叫你退回去。完畢之後，整個東北亞的秩序，大家去想哦，整個重塑，誰是東北亞的老大？北京。那以後如果說他去武統，台灣就要去想了。上一次日本弄成這個樣子，老美都不出手，他會為我出手嗎？所以我就突然覺得說，大家等着看，不會退休。他到最後會逼到什麼地步？我告訴你，第一，高市早苗一定要道歉；第二，高市早苗要清楚地說明中日友好條約那裡面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不說出這個東西，他會一直逼他逼下去，最後是打給台北看。這是我的擔憂。好，現在看起來整個中亞的戰火可以說是一觸即發哦。中國大陸這一回透過跟俄羅斯的這一場行動，等於是向這個日本施壓之外，當然在背後也是警告台灣，當然在背後也有警告美國。那第一島鏈當中另外一個國家有沒有也要對南韓趁機施壓呢？我們現在也持續來關心，因為我們看到中俄的空軍剛剛講了嘛，是對日本下手，在巡航的途中，現在呢也在警告南韓嗎？7架的俄羅斯的軍機跟2架中國軍機先後闖入了南韓這個防空識別區，停留時間是長達了1個小時。於是呢，南韓它的戰機就被迫緊急升空，來採取戰術來特別做應對。中俄的轟炸機經過，這個是巧合還是順帶威嚇南韓呢？有沒有可能對日韓實施核打擊？接下來他是不是也在暗示李在明你要注意了？幹哥怎麼看？這絕對不會是巧合。當然，中俄之間的聯合的空中的演習是每一年會舉行1次到2次。那我非常同意剛才艦長講的，因為這是不太尋常。為什麼？來，我們來仔細解析這張圖哈。你現在看哈。Tu-95圖波列夫95型轟炸機啊，它是什麼？它是從哪裡？它從鄂霍次克海南下之後呢，它就會經過什麼？它就會經過這個宮古，不是那個對馬，這就是對馬島。經過對馬海峽的時候，它你看特別停留了一段時間，然後呢，它的飛行的速度變成緩慢，然後你還可以看到說在右邊。那這個是 A-50的空中預警機跟蘇凱30戰鬥機，他們也在這邊演訓，但是唯獨只有 Tu-95哦，它繼續南下，通過了對馬之後，南下到了東海，再跟粉紅色的中國殲16戰機，還有橘色的中國轟6轟炸機在東海匯合，所以大家就看到說。它有一個南下的箭頭，一直到這邊之後匯合之後，再繼續南下。這裡就是琉球，這裡是奄美大島，這是日本，這是4國啊。所以他們在這邊匯合之後，這個是一個匯合點，再往上往這個太平洋東岸去進發，
最後再折返。我們圖就沒有再示意給大家看了啊。大家就曉得說，這個好像不是他們以前聯合訓練應該走的路徑吧？對，我可以告訴各位，就不是以前的路徑。現在這樣走的意思就是什麼？就告訴你說，高市早苗，我們今天這樣飛了，而且我們是跟中國聯合飛行訓練的時候，你就曉得說這個事情沒那麼簡單，是不是應中國方面的需求？我們不知道，但是我敢講，俄羅斯空軍他今天願意，為什麼大家會發現說 TU-95在沒有？因為你看蘇凱30跟那個預警機，他們只在這邊演訓，沒有跟着下去的原因是航程不夠。唯一可以飛那麼遠而可以帶核子彈的，就是 TU-95雄式轟炸機。它這一次的航行距離，我覺得已經到了它的極限了。為什麼？這恐怕往返已經飛到了1000多公里。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一般就是俄羅斯國防部他不會這樣子演訓。他就是因為受到了某種請求或某種默契，所以說我們就這樣飛一圈，飛給誰看？飛給高市早苗看。大家現在能夠理解，而且就像艦長講的，這個事情不解決，以後更多，繼續像這樣子的演練。所以他在通過宮古島，他在通過對馬的時候，他遇上了韓國的 KDIAZ， 就是韓國的飛航情報區。他經過了這個地方的時候，韓國戰鬥機必須要起飛攔截。為什麼？因為這個地方其實坦白講一句，韓國的這個飛航情報區上面也跟俄羅斯有爭議。那這個地方呢是跟中國有重疊的地方。其實坦白講一句，大家多年以來都相安無事。可是這一次韓國竟然出動戰鬥機，就是因為你靠太近了。中國為什麼會靠太近？為什麼這一次連韓國都怕了？韓國起飛的是它最精銳的 F-15。那日本起飛的也是日本最精銳的 F-15J 那你說他們兩國都出動最精銳的飛機，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局勢不太對，所以這是幾乎是60年來韓國戰鬥機第一次起飛去，你不要說攔截，應該是警戒，怕蘇凱30跟這個轟6還有 TU-95這些飛機太接近了我們韓國的防空識別區的時候，會不會擦槍走火？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次不僅僅是讓日本會警醒，而且也讓韓國的李在明會說，你要曉得哦，我們中韓一向友好，但有一天要是局勢變了，你腦袋要先想清楚，你到底要站哪一邊，這是最大的警示。好，這是解放軍特別對日韓美台做出的一個警告，這個是在軍事上面的施壓。另外一方面，我們今天也會特別來解讀的是这個大陸的動作，還有在其他的外交上面做更多的施壓，包括了經濟，這個被稱為是冷宮外交。等一下請聶老師來幫我們特別做解讀，包括了幾個動作：禁止日本的海鮮旅遊市井，取消文化交流。經濟學人說，這樣子的冷宮外交是把傷害降到最小，可是威懾可以最大化，其中就是要告訴日本說，台灣問題是一個紅線，你不要碰，要讓這個人民心存恐懼，那目標就達成了。這跟美國的經濟制裁又有什麼樣的不一樣？聶老師又怎麼看 ？OK， 剛講冷宮外交，其實大家了解一下冷宮，我們以前說打入冷宮，好 ，OK， 你打入冷宮，當然就會害怕，這處罰的一種方式啊。這裡面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叫主從關係，通常比較高位的人才會對低位人說，我要把你打入冷宮，對不對？美國一向如此啊，我用301方案，我用緊急這個條款，我就覺得你誰不聽我話，我就把你打入冷宮，就讓你這個各地方都受不了。現在有底氣的國家就2個嘛，美國現在還是有，中國我們的對岸真的已經強到非常有底氣，尤其這一次啊，中日事件，我覺得就很多場電影都出現，你看 J-15、F-15這種，馬上鎖定啊，這個火控雷達lock up你。馬上告訴你，你再出問題，馬上就毀了。所以他回去，再還有第2輛英勇的戰士還回來，又待了30幾分鐘。我跟你講，這個都是電影情節，這很有趣。不過真的表面有趣，暗底下真的不有趣。也就是這個國際間的問題啊，這地緣政治只要弄到了一定高點，那有一些國家是沒有辦法接受。尤其我們講對岸對日本，我們講台灣真的有事，好像也不太會有事，因為對岸不太會打台灣。日本真的有事，我告訴你，真的就會有事。
敲桌子，因為激動了。我再跟你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為什麼這次我們的對岸已經強調很多，說我們劍已經上弦了，槍已經上膛了，隨時你只要再忍我就打，但是要師出有名，所以很難師出有名。他先做一些冷攻制裁，當這個美國也做很多嘛，當這一套蠻像的，就中國也慣用了，只要底氣到了就可以用，就是主人可以對你不聽話的小弟講這種話。當然不管怎麼說，就是他第一個，首先這個你的海鮮進口他也幫你守住了，發布了旅遊警訊，而且那個藝人吶到中國也被有沒有像這個攻擊部這些也被中國呢所有很多的限制。當然他所做的很多事情也會被人家講話也就是他會自傷嘛，你打人家也會傷。尤其你現在做很多動作，不管這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說中國有沒有先預警日本，或者說預警之後呢，即便預警你還是有點想故意過紅線，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現在中國是很敢這樣做。我故意靠近，但也沒有完全靠近，日本就會怕，他就一定要有飛機上來。當然他也不叫偵察機，他是 F 就準備戰鬥的 F-15就上來了，不是偵察機先說叫你走哦，就馬上上來。那接15還好一樣嘛，是的是軍力，但人家的科技已經到達一定的，馬上用火控雷達幫你鎖住。這個雷達定位太厲害了，所以日本就會出問題。那我现在一個重點就是，現在這個問題等等一直發生，現在又跟俄國這樣子來嘛我覺得這個惡霸之名一定會被，尤其西方的主導的美國世界去講民主聯盟，一定說中國現在在惹事。好，那他我覺得不怕，因為這種已經被講很多，像他們在定什麼世界的軸心4國有沒有？不就已經在講這個從伊朗也在裡面，俄國、中國這幾個國家，北非就是 CRINC 軸心4國，這種惡名他也不怕了。我覺得他們現在在講說，他們一定要達他最大的目的，也就是當然一定會傷，就是讓傷害最小化。你剛剛講的這個威懾最大化。对。不過現在還講說，這次因為我講對岸的底氣到了一定水準之後，他現在在做的就是施壓還有示威的動作。而且他不但是他收回這個話，這還不夠哦。你讓我撿到一把槍了，我槍又上膛了，你還要做到剛剛你最後講的很重要，你一定要承認台灣是 PROC 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他甚至要他最後到承認，搞不好你光收的還不夠，所以我覺得中國現在可能要的更多，甚至領土上，琉球之前的釣魚島，我覺得中國現在要隨時動彈不難了。他現在這一次在琉球附近，琉球他也不一定多麼重視，因為他重視台灣，重中之重。可是琉球我覺得也是他準備要做的動作，後面大概就是台灣。我覺得這個有一系列的動作會在後面演出。對，好，謝謝聶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